部新闻第一，北部第一大城槟榔有大事发生，无注意，有大量的民众呢是走入去的 supermarket 买物件，有买水桶的，买当机的，有买 mineral water 的，等，福建话讲，真无用。有的人呢，佫是早准备好走路，有安尼夸张无？以上为绝对不标准槟城福建话新闻播报，槟城福建话爱好者不要打我。好了，来正经的啦！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哈莱的荧光笔工作室。槟城在1月10号大治水嘛，这是槟城呢近年来治水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呢，槟州全州300多个地区呢，有超过59万户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有85%的槟城人呢，就会在1月10号到14号这段期间呢，没水用。不过呢，可能是因为事不关己哦，槟城以外的朋友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关注，但可能会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我们的槟城人啊，反应很大，呱呱叫啊，好像很没赢这样子，所以呢，多多少少也会好奇，到底周末槟城会要治水治这么久的？我们 KL 一直来都没有通知的啊。有啦，有通知没人关注吧 ？OK， 好，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了解哦，槟城呢这一次大治水的前因后果啦。那槟州呢，上下、左右呢，一共有9个这个滤水厂，而这一次治水的主角呢，就是 Sungai Dua Water Treatment Plant， 这是双溪赖滤水厂啦。Sungai Dua 滤水厂呢的位置是在北海的这个北部哦，它是在197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竣工的了，所以呢已经是50岁了。想当年呢，它是可以 output 大约是130万公升的自来水的。那在接下来的那几十年里面呢，槟城的供水机构呢就一点一点的去 upgrade 这个滤水厂啦，就让 Sungai Dua 的这个滤水厂呢逐渐呢就变成了槟城最大最重要的滤水厂，每天呢可以为槟州人民呢提供大约13亿公升的自来水，占了全州80%的这个供水的份额。可是呢，Sungai Dua 滤水厂呢也运作了超过50年了嘛，那想当然啊，就是某一些部件呢也是老扣口了哦，因此呢就变成好像是计时炸弹一样，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坏掉。再加上呢，因为 Sungai Dua 滤水厂的这个龙头大哥的位置，也就是它的责任最大的意思啦哈，只要这个滤水厂突然呢有部件坏掉，就必须关闭，一关闭都绝对会是代志大条 level 的这种突发事件。于是呢，槟州供水机构呢就决定要超前部署，决定呢在意外发生之前呢要先发制水，在这个部件损坏之前呢就先把它给换掉，以避免呢滤水厂部件呢损坏而不得不关闭这个滤水厂。希望这样子做呢就可以避免发生无预警的大治水。毕竟你知道啦，槟城也是不好搞的，突然之间这样子的话，槟城人还不会把整个岛翻过来咩？而这一次呢的这个治水呢，就是因为这个 Sungai Dua 滤水厂呢需要入枪啦哈。根据报道呢，滤水厂里面呢有2个非常大的这一个阀门需要更换，有多大嘞？1.2米。不用紧，出镜还不要证明它大。那这个滤水厂的这个阀门呢，就是大概是1200mm 啦，又或者是1.2米啦，又或者是70% 的瓦啦。就是这样啦，所以就是这么大的这个要换。OK， 根据槟州供水机构的说法呢，这2个大水阀呢，分别呢是位于滤水厂的2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都必须在同一个时间更换。除此之外呢，槟州供水机构呢也会在同一个时段之内呢去修理全槟城多处的供水设施，来提升槟州的供水质量。OK 吗？听起来？那为了要应对这一次的治水呢，槟州政府呢就提出了以下这一系列的措施。看一下啊，第一，州政府承诺将派遣大型的水槽车到各治水地区派水。第二，州政府将征用各县市水工机构、义务消防队等机构的中小型水槽车，共计超过57辆到治水的地区派水。第三，州政府将于治水的地区呢增设临时储水槽，让民众取水。第四，州政府呢将向 SPAM 呢寻求合作，期望呢 SPAM 能够提供更多的水槽车到槟城来协助派水。那现在呢已经是治水的，我们这个影片出街的时候呢已经是在中间了哈，请让我们知道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他们有没有做到，留言让我们知道哦。好，那在经过我们很不科学、很大概 very 阿盖的这个计算了哈，这些紧急措施的水量呢大约是200万升。如果呢每天 refill 20次呢，那也就是可以提供平时正常供水的
5% 都不到。所以呢，看来啊，槟城人呢也就只好的听从州政府的这个呼吁呢，在家里多存一点点水呢，比较实际啦。那问题就来了，到底要存多少的水才足够使用呢？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呢，马来西亚人呢平均一天使用大约245公升的水，呀245公升，大约就是163瓶大瓶的这个矿泉水。而为了要挨过这4天的治水期呢，你需要准备的是接近1000升的水。哪怕呢你决定不洗车、不浇花、不洗衣服，还有不长呢，那你大概呢应该有可能可以节省到一半的用水罢了。但是呢，这还是需要接近500升的水哦，或者是320瓶的大支矿泉水。然后你又突然之间想起，哦，对哦，又不只有我一个人哦，我有爸爸妈妈啦、哥哥姐姐啦、弟弟妹妹啦的份额要准备哦，所以呢，也难怪呢有人会这么的生气啦。不过呢，州政府的确呢是承诺会尽早恢复水供。苏盖都瓦滤水厂附近的居民呢，有可能会在48小时之后呢就开始恢复水供的。那到底会不会提早恢复呢？那看我们这支影片推出了之后，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恢复了的话，苏盖都瓦的朋友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哦。宾州供水机构呢，早就在2023年的11月中旬呢，开始发出了这个治水的通知了。可是呢，沟通的效果呢，就一如马来西亚的 Baton 哦，麻麻得。治水的资讯呢，还是一样啊，就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新闻网站啊、政府的 PDF 啊，还有议员的 Facebook 等等的地方，找起来非常的辛苦，分分钟还不是最 update 的资讯。而这一次的治水范围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大，除了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之外呢，肯定也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制造业啦、餐饮业啦、旅游业啦等等等等。但是呢，不知道州政府有没有对这一些领域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样子的协助还有安排呢？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还是跟 KL 一样，好像也没有什么消息这样子嘞。所以啊，因为这个情况呢，宾州大部分的中小型工厂呢，已经决定呢是要关门2天，等待2天之后的这一个水供恢复情况呢，看是怎么样才来决定要不要开门继续工作。那这样子的停工的经济损失呢，是非常的大的，它可是可以去到 billion ringgit 的喽。那除此之外呢，政府部门的 U-turn pattern 呢，也一样呢，就是不意外的重现江湖啦。宾州教育局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表示不停课，而是轮流上课。可是不久之后呢，又改成了特定年级的学生需要回校上课。大部分的学生呢，都在10号到12号居家上网课，而寄宿生呢，则是被批准可以回家。看起来呢，好像是州政府跟教育局没有做好沟通，更没有协调好政策的安排和执行，所以呢，又会出现朝令夕改的这个情况啦。那其实呢，这次宾州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呢，可以堪称是大魔王 boss 级别的一个挑战。那很多人呢，当然还是觉得非常的不满呐，还是觉得州政府可以安排得更好，让承受这一次治水之痛的宾州人民们呢，可以少一点点的痛苦。不过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有更进步的空间。我们相信呢，只要宾州人民可以和政府呢持续的沟通，把各自的诉求呢都讲出来、听进去，做到将心比心，互相尊重彼此的需求，那么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还有更进步的做法。因此呢，如果说你有对治水呢的安排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有建设性的人民。那话说呢，槟城呢一共有9个滤水厂嘛，我们就在想咯，为什么苏埃都瓦的滤水厂却可以掌握了整个宾州80%的自来水产能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其他的滤水站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相关人士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嘞？不过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也可以推断得到的。那根据我们的理解呢，因为州政府用于维护及升级滤水厂的这个经费是有限嘛，那在 budget 有限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州政府只好把这个资源呢花在升级苏埃都瓦的滤水厂为主，因为这样子做呢，才是能够在最少的成本之下解决最大范围的水供问题，也就是等于最有经济效益的做法。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做的这个关系州政府无形当中呢，就会把所有的风险呢集中在苏埃都瓦滤水厂的身上了，也不知不觉中让苏埃都瓦滤水厂控制了槟城大部分的自来水供应，也又因为这样，又不断的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呢，苦苦的挣扎，循环。不知道我们观众里面呢，有没有相关方面的专家可以提供一些 solution 嘞？其实呢，州政府还有宾州供水机构呢，早就已经针对这种情形做了许多的研究哦，并且也做了许多的备案，比如说海水淡化啦，橡皮粒买水啦，等等等等啦。可是呢，最后还是回到根本的问题，就是 money， 这笔钱到底是谁该出，怎么出，出多少？有什么看法呢？
好，本期影片呢就到这里。槟城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啦。不过呢，我觉得雪隆的朋友应该还在那边讲说，喂亲，别大惊小怪啦，我们雪隆人非常习惯了。那话说呢，其实我自己本人呢，本来有事情这几天要回去槟城的，可是呢，看到这个治水的消息呢，就不敢回去了。因为我们槟城的朋友就讲说，买对来，我刚刚还招出去哦。真的吗？你们真的是因为这个治水而逃离槟城啊？真的吗？有这样夸张吗？你们逃到哪里去？分享一下嘞。好啦，那这次的治水你还有什么心情要发表的呢？还有什么观察要分享的呢？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聊一聊，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可以 share 出去，share 去你的那些 uncle auntie 的 group 啦，share 去那一些什么 Facebook 的 group 啦，或者是 anywhere 啦哈。那当然也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内容呢也会在这些平台里面出现。荧光笔工作室呢是每个礼拜3、一个礼拜6呢都会在 YouTube 上载一支知识型的影片。今天这支是例外，是 extra bonus 送给大家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留言让我们知道，欢迎也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好，我是莹莹，下一支影片再见啦。